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咱们今天来继续展望未来啊，分析一下2022年的新局势。那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今天要讲的东西是可以作为新的一年的投资方向的很好的参考的。好，咱们直接开始讲正题啊。等一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顺便呢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获得唯独这个月加注的大奖$1000的转账哦。我相信这点钱是可以让你过个好年了。30号开奖，这一次的开奖日我提前了。好，咱们直接讲正题啊。前段时间火爆的 DAO 这个概念，我相信很多人还都记得吧。也有很多人投资这个领域，可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吧？这个DAO呀，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很多人觉得它就是2022年的明星项目，但是面具人我当时就说了，我还专门出了一个节目来解析这个DAO啊。这个概念它有点前后矛盾，因为大家想一下啊，什么叫做去中心化自治组织？面具人我想说的是，只要是组织，就一定是有中心化的，就像当时的那些香港人反送中游行一样。面具人当时还在做实证啊，我当时就说他们注定会失败的原因了，什么不割席呀、无大台的这些，说白了啊，他们无非就是想体现自己是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意思嘛，对吧？但是呢，大家仔细想一下啊，这个物理规律对不对？没中心化，那这些人又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既然是组织啊，谁来组织呢？那既然有组织了，有人来组织了，那你又怎么能说它是去中心化的呢？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个矛盾概念。那么既然是矛盾的概念，它也就必然经历不起市场的千锤百炼。所以呢，这个 DAO 呀、DAO 呀，各种各类的DAO项目啊，现在存活下来的非常少。虽说DAO类概念是昙花一现啊，仅仅火了不到1个月啊，各类的DAO类项目基本上都不行了，大部分的DAO类项目都是割一波就跑，对吧？虽然说DAO类的概念啊都是这个昙花一现，但是呢，这个市场始终都需要新的概念去刺激它。你没有DAO，也有 Swap， 也有 DeFi， 也有 GameFi， 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元宇宙呀、沙盒呀，对吧？你几乎可以在每个礼拜都能听到所谓的创新性的、革新性的名词，对吧？火起来了，大家就说它是下一个风口、下一个浪潮，对吧？甚至有些那些吹牛逼的还没火起来呢，就说自己是未来，对不？因为韭菜也会审美疲劳的，你始终都是要弄新的东西来刺激它的绩点，明白了吧？DAO虽然说不火了，可是呢，新概念依然在雨后春笋般的陆续的出来。这不，最近 Web3 又火了，很多咱们这些不懂装懂的人啊，明明听不懂什么是 Web3， 却也要跟着喊 Web3。实际上呢，很多跟风跟着喊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 Web3 是啥意思。这种现象啊，让面具人我想起来了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村口的狗叫了，其他的狗也会跟着叫，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叫。其实 Web 3.0 它是一个定义广泛的术语，主流定义之一指的就是在 Web 2的基础上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去中心化，以使得用户对自己的数据拥有所有权和自主权的方式。以前在 Web 2中，那些中心化的平台持有用户的数据和内容，存在数据泄露的风险，存在过度主权化的风险，平台之间的数据也是不能互通的，用户呢还有可能受到平台的集中审查、控制、封锁等处罚，用户无法参与中心化平台的收益分享。那这个是有点存疑的啊，很多中心化平台也都是可以让用户参与进来分钱的，或者是用户就进来做经营者，这块是有点争议的。但是呢，其他的点说的还不错，就是因为 Web3 可以使用户把自己的这个数据存储到区块链上，所以呢 Web3 被视为能解决很多 Web2 无法解决的好工具。说白了就是以前的网站数据是存储在他们公司或者是项目方买的服务器上面，但是
Web3 出来了以后，你用 Web3 了以后，这些数据是可以存储在区块链上面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项目方是未必能够完全的掌控这些数据。听好了啊，面具人，我说的是项目方未必能够完全掌控这些数据。我并没有像其他的那些 Web3 吹牛逼的人说，项目方是100%无法掌控数据的。其实项目方想掌控 Web3 里面的数据也是可以实现的，方法多得很，明白了吧？所以呢，你们听一个东西，千万不要迷信，千万不要把它吹得神乎其神，最后呢，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希望越大，你投进去的钱越大，你投进去的钱越大，到最后你的失望也就越大。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商场当中啊，没有什么吹得神乎其神的色彩啊，只要是商业模式，一定是有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的。我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是币圈最大的一个骗局之一，那就是你们都在说去中心化，你们都在玩去中心化的加密项目，大家都说加密货币是去中心化的，结果呢，看你们都在玩去中心化的项目，你们一口一个去中心化，去中心化，项目方都是去中心化的。结果呢，大家在玩去中心化的项目的同时，还要天天一口一个项目方，一口一个项目方，那这不就证明这个项目还是中心化的吗？对不对？这个项目的中心化是谁？不就是项目方吗？对吧？其实一个项目的好坏、成败、死活，始终还是取决于项目方的，对吧？如果说这个项目方他作死乱搞，那面具人我就想说，无论你是不是去中心化，去不去中心化，那都是个死，对吧？因为你项目方作死乱搞，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项目好不好，不取决于它是不是去中心化的，项目方或者是运营团队、运营理念，它就是无法去中心化的。不管你是玩币还是玩 NFT 还是玩游戏，没有项目方来运营、维护、宣传、开发，那这个项目就是个死，对不对？好，你说项目方跑路了，有些人自治出来搞什么自治组织，继续把这个项目维护下去。那面具人，我问你，是不是前一个项目方跑了，后面来接手的这个团队就又成了项目方了？只不过大家换了一个中心而已，对不对？你并不能说这种现象就代表它去中心化了，你不能说这种现象就代表它没有中心化，是不是？所以说呢，币圈啊，我一直在说币圈零门槛，小学生、初中生、幼儿园毕业的都能进场，就是因为币圈充斥着这种大量的低文化、低素质的这个脑子不太好的人啊，所以呢，各种前后矛盾、前言不搭后语的明显非常假的理念、非常假的骗局，它就是能骗住这些傻逼小学生，明白了吧？你做的项目好不好，能不能活下去，完全取决于项目方和市场，听懂了没？反过来说呢，市场再好，项目方作死啊，项目方自杀，那你这个项目还是活不下去，那你的钱也就会随着这个傻逼项目方灰飞烟灭的，听懂了没？所以说，面具人，我看项目啊，我无所谓它是不是去中心化的，反而呢，我觉得一个项目方是正规公司，有科学的运营管理人员，有科学的管理架构、人才架构，并且呢，这个项目方还并不以什么去中心化组织而自居，就是实实在在的干活，不说这种什么云里雾里的专门用来骗傻逼的那些新鲜词汇，那我觉得这种项目方反而更值得信赖，这种项目方我更愿意去投这种项目，那这种项目我也就更愿意投，因为它有正规公司，它有正规的机构，就算出了问题，它也跑不掉，我还可以找他维权，我还可以处置他，我可以告他，我可以报警，我知道是谁把我的钱骗了，但是那些个躲在所谓的去中心化平台背后的那些项目方啊，明明是中心化的，明明就是他们那个团队在运营着这个项目，但是他告诉你，这个项目是去中心化的，是没有人负责的，那这就成啥了啊？钱赚到了他们项目方那些人的口袋里，但是那些人只需要说一句去中心化的、没人管理的，就可以规避掉所有的法律风险和责任。
钱他赚，风险你担，并且呢，他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把你割了也就把你割了，把你割了你活该，你把他也咋不了，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你连该找谁也不知道。其实加密货币世界，人们割韭菜做事儿。做这种极端骗局的行为是更加放得开的，为啥？因为去中心化，因为有所谓的匿名。那一旦是用了所谓的去中心化，用了所谓的匿名了以后，那这些人做坏事也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做了坏事也不怕别人来搞他，听懂了没？那这样的项目方，他也就是没有多少责任感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加密货币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项目方啊。他们做的项目让你面临的风险是比其他行业更大的，所以呢，各位面粉们，你们看项目啊，不要过度的迷信，关注那些个太虚的概念，那些个什么创新名词之类的，那些个前后矛盾引起你的这种博眼球、好奇心的那种纯包装的东西，什么去中心化、不去中心化之类的。商业的本质就是赚钱，听懂了没？你只用关注他的这个项目方能不能让你赚到钱，他的这个项目的创意好不好，他的这个项目方是否有合法的背书，出了问题了是否能够找到他去进行法律途径的解决，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去中心化组织，他明明背后是有中心化的，有人操纵的，但是他告诉你是去中心化的，你到最后钱亏了，被割了，你连是谁把你割的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这个项目是去中心化的、加密的，听懂了没？所以呢，各位以后做项目啊，你就事论事儿，不要扯那些个虚头巴脑的，你就关注这个项目，它的项目方的格局怎么样，这个项目方是否成熟稳定，是否是专业的公司或者是专业的机构、成熟的机构，它的这个项目创意是否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它的项目规划是不是很好就行了。你只要了解这些玩意儿就行了，不要去搞什么什么 DAO 呀 Web 3.0 呀，去不去中心化呀，这些没用。你把这些研究的越多，你到最后呀就成没潮风了，就成金毛狮王了，你就走火入魔了，听懂了没？好，最后再来说一下比特币和以太坊啊。比特币和以太坊，我建议大家还是悲观对待，因为这俩玩意儿的利润上升空间大家也都看到了，涨了半年了，好不容易涨了个20%多的涨幅，然后呢又跌下去了，对吧？那你说在这半年之中，咱们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能赚到钱的项目太多了，对吧？赚10几倍、几十倍的都有。但是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话，一定要警惕过度炒作那些虚头巴脑概念的项目，听懂了没？一定要警惕那些项目。你只需要考虑这个项目是不是靠谱，这个项目方他说东西是否实在就行了。说的越飘的，吹的越大越牛逼的那些项目，就像前2天那个什么他妈的爷，还有个谁，还有他的小弟搞了一个盘子，吹的真牛逼，吹的比比特币还牛逼。结果大家都懂的发售了2天就直接撤池子了，把所有人都割了，美其名曰中国人不骗中国人。所以说某些项目他吹的这个概念越是神乎其神，你越是要警惕。为啥？因为牛逼吹得越大，就是为了请君入瓮来套你的，听懂了吧？就像前2天的那个什么鱿鱼游戏2天涨了2000倍，他都敢吹。你还真别说，这个世界有人敢骗，就有人敢信，明白了吧？你甭管这个牛逼吹的有多假，某些人喜欢玩什么信仰币什么1天涨8000倍1天涨2000倍2天涨800倍那些币，你就让他玩什么1000倍币、100倍币、10000倍币，你就让他玩，或者是玩那什么共识、信仰、价值币，把那群搞得跟邪教一样天天在这喊口号洗脑，是吧？而这其中也不乏有很多大量的机器人编织好的那种对话，然后呢就给你洗脑，听懂了吧？这些环境都少接触，对你们没好处。你们接触多了以后，反而会降低你的心理思考能力，听懂了没？降低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会把你变成那种纯的韭菜别人玩什么，就像鲁迅说的，别的狗叫了，你也跟着叫吗？是吧？你明不明白这中间的意思？所以像什么比特币、以太坊、信仰、共识迷信，你就不要信。你记住，你出来混社会，你出来不管是看面具人我的节目，还是上网搜索什么攻略教学，你的目的就是赚钱，就是赚钱。但是咱们赚钱的前提是不能骗人，不能害人什么追涨杀跌这种
正常的市场规律，那咱们还是要遵循的。像比特币、以太坊这种项目，同样是单风险，同样是有赔钱的可能，但是呢，人家同样是赔钱的，还有利润更高的项目，对吧？就像面具人我这几天推的那几个 NFT 一样，哎，哪个不是10几倍的暴涨？虽说最近 NFT 挺火的，但是面具人我想提前警告你们一下啊，纯图片类的 NFT 最终都是会被淘汰的，而留下来的就是那些有实用性的 NFT， 比如养鸡下蛋，它有强大的被动收益，而且呢，它之后还会出那个，它最近马上要出来用蛋铸造公鸡，然后用公鸡和母鸡去组团对战的那个游戏啊，这个概念设计的还不错，哎，这就是有实用性的 NFT。同时呢，你看像那个面具人我推的另外一个10倍币啊，大头他也推出了他自己的游戏，据说是下个月就会开放内测啊。那这些都是有实用性的 NFT， 或者呢，大家还记得面具人这几天的节目一直在强调、一直在暗示的，我说过，2022年还会有更新的概念去刺激市场的，比如大家可以打开脑洞想一下哦，音乐类的 NFT、Story 类的 FT， 包括能够发挥你无限想象的创意元宇宙，包括有非常强大的观赏价值的某某 NFT， 那这些都是2022年的新概念，这几个概念其中一定会出现今年的大龙头的。那面具人我也已经掌握到了一些线索了啊，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们说，因为这些项目还都在考察测试当中，一旦有新的进展，我都会第一时间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公布，让我的会员群掌握最大的利润、最低的风险。那好，如果各位有想要一些币的精准点位的，或者和我布局2022年的早期项目，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面粉们，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我们下期再见。又或者出门左转，什么信仰群、共识群、画画群，等着你呢，慢慢割吧，拜拜。